乌克兰计划新反攻，俄集团军司令被撤职，北约决议全力支持乌克兰，即将援乌中程导弹，美国计划恢复乌克兰核能力，以色列和真主党签署和平协议，土耳其再度购买 F-35。乌克兰武装力量指挥官近日向一小群军事博主透露，策划新的反攻是乌军走向胜利的唯一途径。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如果仅仅依靠防守，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已经在行动，并将继续推进。至于我们会在哪里干什么，请大家拭目以待。他强调，乌军必须主动出击，发起反攻。虽然谢尔斯基未透露反攻的具体计划，但他指出，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地区的反攻曾取得成功，这为未来的战术提供了宝贵经验。围歼敌人、攻击敌方侧翼、切断敌军补给线，这些战术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哈尔科夫、赫尔松的解放正是按照这思路展开的。然而，乌克兰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尤其是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防线正遭遇巨大压力。谢尔斯基提到，尽管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的局势仍然艰难，但比一周前的危急局势有所好转。部分部队已经撤退，虽然一度出现了防线空缺，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预备队已经部署到位，敌人的进攻计划被挫败。目前，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兵力优势明显，乌军与俄军的兵力比为1:5。然而，乌方的激烈防守和俄军的重大伤亡，却让俄方在补充兵力方面遭遇困难。军事记者萨佐诺夫指出，俄军的装甲车承载人数已经从之前的8人至10人减少到了3人。俄军指挥官未能预料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乌克兰的兵源问题已成为其最大困扰之一。根据《经济学人》报道，乌克兰的征兵工作远未达到目标，部队面临人员短缺，而新征募的士兵大多年纪偏大，士气低落。许多士兵甚至携带医生证明，显示他们健康状况不佳，难以胜任前线作战。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调整战术结构。萨佐诺夫指出，乌军将放弃一些成本高效、低效的作战方式，改用更为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结构，以应对当前严峻的战争挑战。随着美国即将迎来新一届政府，乌克兰未来的支持情况也笼罩在不确定之中。拜登政府在剩余任期内加大了对乌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允许乌方使用美国生产的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然而，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可能导致援助中断，这令乌克兰面临新的风险。此外，俄罗斯的军事指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南方军事区指挥官安纳什金被替换，由东部军区代理指挥官桑奇克接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一调整是计划内轮换。然而，有俄罗斯军事博主称，安纳什金被撤离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塞尔维亚方向的指挥报告被认为不准确，导致战场局势不明。尽管局势复杂，但是乌克兰依然在奋力抵抗，并且为即将到来的反攻做着积极准备。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乌克兰的战略调整和资源配置将直接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向。11月22号到25号，第70届北约议会年度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会议期间，北约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呼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采取战略性措施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北约强调，北约成员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政治支持，确保乌克兰能有效防御俄罗斯侵略。北约议会在决议中特别强调，除了继续提供防空系统和先进武器外，北约成员国还应承认乌克兰有权打击俄境内的军事目标，以削弱敌方的战略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乌克兰能够在战争中保持主动，打击俄罗斯的核心战略目标。在这次会议中，北约通过了第494号决议，正式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中程导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武器，以帮助乌克兰捍卫国家安全。北约议会敦促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射程为1000到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以增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这一决议的通过也意味着中程导弹有可能成为乌克兰武器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乌克兰在战争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媒体认为，北约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战斧导弹是一款由美国海军开发的巡航导弹，具有精确打击能力，射程可达1600公里以上。它的设计使得它能够从远离敌方防空系统的区域发射，绕过敌人的防线，精确击中指定目标。战斧导弹可以用于摧毁敌方的重要军事设施、指挥中心和战略性基础设施。这是一种在现代战争中非常有效的打击工具。泽连斯基在其胜利计划中曾明确表示，战斧的引入将极大提升乌克兰的反攻能力，帮助乌克兰实现战略突破。除了战斧导弹，北约还可能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此前尚未交付的武器系统，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北约可能提供更多的远程火炮系统，如美国的 M777 榴弹炮和德国的 PZH-2000 自行火炮。这些火炮在战场上可以提供远程火力支持，帮助乌克兰在地面战斗中占据优势。乌克兰目前已大量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打击，北约可能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包括攻击型无人机和监视型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可以用来摧毁敌方战车、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甚至执行战术侦察任务。尽管目前乌克兰已经获得部分反舰导弹，如美国提供的海麻雀导弹，未来北约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的反舰系统，如美国的鱼叉导弹等，这将帮助乌克兰有效打击俄罗斯在黑海和其他海域的舰艇。除了当前已经交付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外，北约可能进一步提供更高效、更先进的防空武器，增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这次北约议会的决议标志着北约在支持乌克兰的政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是北约首次公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支持，以帮助其赢得战争。随着决议的通过，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将得到显著提升，而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将呈现加速趋势，展现了国际社会在应对俄罗斯威胁时的团结和决心。这种支持的加速无疑会改变战争的动态，帮助乌克兰在长期僵持的战场上重新取得战略主动，并为乌克兰争取尽早获得胜利创造有利条件。此前，《纽约时报》报道了一项美欧官员的提议，建议美国考虑将苏联解体后从乌克兰带走的核武器返回乌克兰。这一提议迅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1月26号表示，提议向乌克兰返还核武器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一个极端的想法。他强调，这种提议不仅违反了国际安全准则，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对这一提议表示了强烈反对，称根据更新后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如果乌克兰重新获得核武器，这一行为将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攻击。他进一步指出，把核武器交给一个正在与世界最大核国家进行军事对抗的国家，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想法。这一争议涉及历史上一段复杂的核武器问题。在苏联解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继承国之一。按照国际协议，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的部分核武器。然而，根据1994年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乌克兰同意放弃这些核武器，并将其交给俄罗斯。作为回报，乌克兰获得了来自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边界完整。这协议标志着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同时，成为全球无核武器国家之一。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尤其是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及其支持者开始质疑布达佩斯备忘录是否真正有效，特别是在俄罗斯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和侵犯乌克兰主权的背景下，部分西方官员因此提出，或许应该考虑恢复乌克兰的核能力，认为这是对抗俄罗斯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俄罗斯显然将这一提议视为极大威胁。俄罗斯一贯强调，其核武库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任何核武器扩散的行为都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梅德韦杰夫的表态体现了俄罗斯对任何可能改变其核地位的举措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当前俄乌冲突的激烈背景下，核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安全讨论的焦点。因此，尽管一些美欧官员提出返还核武器的建议，但这一提议不仅遭到了俄罗斯的激烈反应，也引发了全球关于核扩散和安全的广泛讨论。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同时，避免让冲突进一步升级，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的风险。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勒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发言时透露，美国可能最终愿意向乌克兰交付 F-35。居勒提到，土耳其已经重新提交了 F-35的购买申请，并表示美国在看到土耳其在 KAAN 战机项目上的进展后，态度有所转变。土耳其本计划购买100架洛马公司生产的 F-35A 型战机，这是美空军使用的同款飞机。土耳其共有10家公司参与了 F-35的开发和生产，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2018年5月10号，首架土耳其空军的 F-35A 在德克萨斯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进行首飞，而首位土耳其飞行员的试飞则在同年8月完成。然而，因为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美国对土耳其的 F-35采购进行了制裁。美国担心这可能会让俄罗斯获得有关 F-35的关键数据，特别是在新型战机如何应对俄罗斯先进防空系统方面。2019年7月，美国最终将土耳其从 F-35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中除名了。为了弥补战机短缺，土耳其转向购买更多的 F-16，这是一个实际选择，因为这些飞机已经占据了土耳其空军的大部分机队。此外，土耳其还对其他战机表达了兴趣，比如欧洲战斗机台风。2024年1月，美国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访问土耳其时提到，土耳其有可能重新加入 F-35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他表示，如果 S-400的问题得到解决 ，CAATSA 制裁将被解除，届时可以讨论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计划。2024年3月，土耳其政府表示，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取回为 F-35战机支付的款项，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土耳其国防部长居勒也强调，土耳其对重新加入 F-35计划持开放态度，认为其被排除该计划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随着外交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美国重新审视土耳其的立场似乎也变得更加可能。尽管过去对 S-400的安全担忧仍然存在，但在与地区对手希腊的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这种变化不令人惊讶。毕竟，希腊已经获得了25架 F-35战机。除了 F-35，居勒还确认了土耳其已经支付了 F-16 Block 70战机的初期款项，并计划购买40架 F-16。在2019年，因为购买 S-400被排除 F-35计划后，土耳其将重点转向了争取40架 Block 70 F-16战机和79个现代化套件的采购。该协议最终在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后获得批准。此外，居勒还提到，土耳其正在推进 KAAN 战机计划，这是近年来土耳其最具雄心的航空项目之一。该计划的研发旨在替代土耳其 F-16机队，并力求提升土耳其的航空航天能力。尽管 KAAN 战机的具体规格尚未公开，但预计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1.8 马赫，服务上限为55000英尺，而且将使用类似于 F-16C Block 50战机的 F-110GE-129发动机。土耳其显然在推动其成为航空航天强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也使得美国可能重新考虑对土耳其的 F-35政策。2024年11月27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在美国调解下达成了停火协议。这项协议旨在结束从2023年10月以来因加沙战争而引发的近14个月的冲突。以色列安全内阁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议下，在当晚批准了这项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表示，此协议是个好消息，并表示他的政府将继续推动加沙地区的停火进程。该协议不仅有助于稳定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还有望减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协议，停火将分为2个阶段，首先暂停2个月的军事行动，真主党将撤离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确保该地区的安全。而以色列军队也将其返回其边界一侧。此外，协议要求在黎巴嫩南部部署更多的黎巴嫩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并且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委员会监督各方的履约情况。该协议还明确规定，以色列保留在真主党违反协议时采取迅速行动的权利，但此协议的总体目标是实现长期的敌对行动暂停。这次停火协议被视为
朝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长期紧张局势迈出的重要一步。若成功实施，它有可能为更广泛的地区稳定奠定基础，尤其是在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中，减少暴力升级的风险。尽管各方对停火前景仍表示乐观，但协议的实际执行面临挑战。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均表示将密切监控协议的落实情况，确保停火承诺得到遵守。黎巴嫩方面特别强调，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真主党则表示将根据协议内容做出进一步审查。美国在推动这次停火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拜登总统在华盛顿表示，这次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中东和平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虽然这仍只是解决加沙战争的一部分挑战，但它有助于缓解更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停火协议的实施将为黎巴嫩和以色列提供一段难得的平静期，为进一步谈判和局势稳定提供时间。然而，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局势仍然复杂，未来是否能够实现持久和平，仍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与支持。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